眼前这辆出了小事故的奔驰 F550是康纳用3.5万买到的。之所以这次竞拍的这么贵，是因为当时在网上看车时，只有后方的保险杠损坏和1/4版面出现凹痕，除了这两处外，其余的地方都很好，甚至车内连一个安全气囊都没爆。最欣喜的是，这辆车才跑了2万多英里。按照粉丝的话说，这简直是一台9×9美女一手车呀！所以康纳决定不管怎么样都要把这辆车拍下来。可没想到刚开拍这辆车就非常的火热，瞬间就到了3万美刀。这时的康纳甚至都在祈祷不再有出价的，也许他们也听到了他的祈祷。最终康纳以3.5万美刀成功拿下。显然这次的竞拍价格略微高了点，要知道在当地二手车的价格也就在6万美刀左右，但已经拍了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他找到了尘封已久的拖车，来到了北好莱坞的车厂，这里依旧存放着大量的事故车，每天都有很多车辆被运走。直到康纳的奔驰 F550被运来时，他的心才真正的放了下来。现车和网上的描述基本一致，看起来非常的新。可不出意外的时候就出意外了，车子刚被装到拖车上，就发现下面的冷却管爆了，正在哗哗的流冷却液，这是铲车在拖车时不小心刮漏的，还好不是什么大毛病，换个零件就可以了。康纳将车子带回了车厂，对车子进行了仔细的检查，尾部1/4版面已经被撕裂了，轮胎已经走形，里面的悬挂也明显损坏，不过整体看起来还是比较干净的。从内饰的状况就能看出保持的非常好，就像没做过人一样，和之前购买的奔驰简直就是天壤之别。知道了车子的基本状况后，康纳就把车子开到了车库内，先把车子架了起来，决定先把坏的冷却管拆下来，快速的换上了一个新的。接着他又来到了车子的尾部，拆掉了上面的轮胎。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康纳还是比较幸运的，里面只是控制臂弯曲了而已，换上一个新的就可以了。到目前为止维修的都是很简单又便宜的东西，昂贵的就是这个1/4版面，换一个新的面板成本就要4500美刀，而对于一个修复大师来说是不会走昂贵的路线的。他决定修复上面的版面，下面的直接找一个二手的焊接上去，再给上面喷上底漆就可以了。而康纳为了不让这次的修复亏本，能将车子卖个好的价钱，决定将车子内外来一个大的改造，不仅订购了风格化的套件，还准备将内饰也改装一下，用最少的码内制作高档的效果。他先将安全带和头枕拆解下来，送去专业的部门进行翻新，自己却给车子换上了木质感的镀铬装饰条，让2017款的车子瞬间变成了2018的感觉。等里面的装饰弄得差不多后，就把后保险杠安装了上去。他想对外部也进行一番改造，准备更换掉前面的翼子板保险杠，还有下面的侧裙。虽说这次更换都是些二手的套件，但改装后的效果绝对可以眼前一亮。购买车子第一个就是看面相，如果外观内饰做得比较好，价格和购买欲就会高很多。这不得不说康纳的小心思还挺多。不过这时更换的套件出现了偏差，翼子板和原车之间的缝隙有些大，不过这对康纳来说也是个小问题。他决定用玻璃纤维将翼子板填补出来一块，这样的方式在很多改装厂都用过，不仅能补缺不足的部分，处理起来也很简单，只需要将多余的部分打磨掉就可以了，再安装上去的效果就好了很多。接着康纳给翼子板打上腻子，找其不平整的地方，然后对其精心的打磨。等所有套件都被处理好后，康纳又给翼子板进行了小小的改造，在上面安装2个碳纤维的薄片，这样侧刀片的设计瞬间让它有了立体感。接着康纳就把它们装了上去，并将车上的镀铬装饰条都拆解了下来。这时大家就会知道，这是为喷漆做着准备工作。车子刚开到喷漆房，就被覆盖了一层塑料膜，等将要被喷漆的地方抠出来后，员工就开始了喷漆工作。这次的喷漆材料也是由专业部门提供的，这样喷出来的漆面会和原车一样，不会出现色差的现象。而这时送去翻新的安全带和头枕被送了回来，康纳快速的将其都安装上去，车内瞬间就大变了样，整体看上去就高档了很多。黑红的配色还是那么的搭配。等车内的改装完成后，康纳就开始了对车子的收尾工作。这次康纳对这辆奔驰修复可下了功夫，不仅把内饰做了提升，外表套件也做了定制化的调整，甚至连侧裙都换上碳纤维的装饰条，安装上去瞬间就有了感觉。等后保险杠被安装上去后，这辆如同新车的奔驰 F550就改装完成了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改装后的效果。车子瞬间从低配变成了高配，整体看起来非常的有攻击性。而这时问题来了，康纳说这次改装的车子能卖到接近新车的价格，你们觉得呢？说出您的看法。